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TDS 均值为320毫克每升，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 TDS 均值在167毫克每升。如果将中国大陆划分为华东、华南、华中、华北、西北、东北、西南7个大区域，华北地区水质硬度最高，是华南地区的5倍。大家好，这里是沃瓦的咖啡频道。为什么你的咖啡机没用上半年就故障频发？为什么二手咖啡机商在听到你的所在地后，再低的价格也不愿意回收你的咖啡机？看似清澈无比的水，究竟对你的咖啡机做了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水对咖啡机的影响。上篇我们将通过不同地质到水质看水垢对咖啡机的影响，下篇我们将直观的通过一个水垢的咖啡机之旅来看水垢对咖啡机的影响。在讲萃取率和水对咖啡风味的影响那2期中，我们了解了 TDS， 就是每升水内总溶解物固体的含量。那么为什么不同地域的 TDS 值相差如此之大呢？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水的硬度分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所公布的数据，一碳酸钙含量为标准0至60毫克每升为软水，60至120毫克每升为中等软水，120至180毫克每升为硬水，大于180毫克每升为超硬水，而少于10毫克每升的为超软水。我们要知道不同地质对水产生的影响。例如岩石地貌，石灰石和白云石由于钙镁离子较高，会导致水硬度较高。花岗岩和玄武岩通常会使水质变软，但矿物质含量更高，如铁和锰。采矿业和城市化地区可能会含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城市中由于混凝土和沥青的增加，会导致地表水流加快，污染物带入水体。气候和风化问题也可以影响水质，岩石的风化会将岩石分解的矿物质和离子释放到水中，影响其成分。恶劣的气候也会影响水质的改变，例如强降雨会增加水的流经和污染物向水的输送。这也是为什么在地质气候灾难过后，往往会爆发局部的疫情，一般都是水质在短时间内受到改变的原因。再让我们说回水，根据中国社区水质报告显示，华东、华南、华中、华北、西北、东北、西南7个大区域，华北地区水质硬度最高，是华南地区的5倍。华北内蒙工业中心水质硬度偏高 ，TDS 均值在320毫克每升。东北地区由于老工业化城市转型期，水质较华北地区值低，均值为197毫克每升。华东地区均值为216毫克每升。由于华东地区包括大部分沿海城市，各地经济支柱产业各有不同，水质良莠不齐。例如水质差的聊城、菏泽，也有水质较好的地区，丽水在100毫克每升以内。华中地区位于中国中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涵盖海河、黄河、淮河、长江4大水系，水质度较好，在142毫克每升。华南地区以广东省水质最优，整体均值在65毫克每升，属于偏软。西南地区以盆地、云贵高原、青藏高原为主，主要经济支柱为旅游、酿酒等生态产业，水质为167毫克每升。而西北地区水资源匮乏，土地盐碱化，水质硬度较高，为276毫克每升。要注意的是，以上为均值，不乏某些地区的 TDS 值会出现夸张的极高或极低的表现。再让我们来看看水垢的形成。当水被加热时，由于水中溶解物的物质不同，有的在高温下会达到饱和并开始沉淀。水中含的矿物质钙、镁离子会与碳酸氢根离子结合生成碳酸氢镁、碳酸氢钙。水在沸腾时会释放2氧化碳，碳酸氢钙转化为碳酸钙，碳酸氢镁转化为氢氧化镁，二者都是极为稳定且不溶于水，外观是白色、灰白色或黄白色沉淀物。而水垢的主要成分便是碳酸钙、氢氧化镁和碳酸盐，导热系数很低。随着水垢的形成，水垢很可能会捕捉铜、铅、铬、镍、锌等重金属。有许多指标可用于评估水是否可能形成水垢。最常见的指标之一是兰格利尔饱和指数，该指数是在20世纪30年代指定的。它依靠 pH 值、碱度、钙、总溶解固体和水温的关系来确定是否会形成水垢，水垢是否会溶解，或者水垢是否会发生变化。讲了地域与水质以及水垢的形成，来让我们看看水对咖啡机的影响，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水垢对咖啡机的影响。
如果我们不选用正确的水源或是其他设备对水进行改善，那么再以 TDS 值最高的华北地区为例，可能在你使用自来水一段时间后，你开始发现咖啡机的升温时间似乎变长了，那是由于水垢在锅炉的加热体上结构，导致热传导下降。当你使用自来水又过了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在一定时间内的出水量似乎也有所变化，蒸汽量也在变小。那是因为水垢开始在管道内结构，使管道变窄。在又过了一段时间后，你惊讶地发现似乎电路也开始出现问题了，锅炉甚至无法加热，压力表也出现不稳定的状况，各个管道阀体似乎也无法正常工作。水垢对你的咖啡机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个白色的沉淀物能让你的咖啡机变成一堆废铁呢？那我们就以水垢的视角来看看它究竟对咖啡机做了什么。我是一个水垢，由氢氧化镁、碳酸钙和碳酸盐组成。由于我们不溶于水，会从一个小小的结晶体逐渐壮大。在我还是钙镁离子的时候，随着自来水管线由咖啡机水泵的进水口进入咖啡机系统，通过单向阀、电磁阀一路来到锅炉内部。随着温度升高沸腾，释放二氧化碳后，我会变成氢氧化镁、碳酸钙还有碳酸盐，最终我成为了水垢。我喜欢附着在金属物体上，我附着在加热体上。锅炉内部也会在每次萃取时，随着水流压力而游动到管道内、阀体内、限流阀内、冲煮系统内、热水系统、蒸汽系统。我无处不在。当我在锅炉内部集结的时候，我会附着在加热体上。由于我的导热系数很低，会让加热体的加热速度变慢。如果我附着在锅炉内部，随着时间推移，你会发现总是在不停的上水。因为我占用了空间，我也会随着蒸汽来到真空阀或安全阀搞破坏，让真空阀的阀杆阻塞，让安全阀的弹簧失灵，让锅炉有爆炸危险的隐患。我也会附着在各种探针上，让探针失灵。当我在加热体的附着面积足够大足够厚的时候，加热体就会干烧，导致线路损毁，彻底消灭锅炉的加热系统。随着分流，我来到了 GS3 蒸汽锅炉中，为冲煮锅炉提供热交换的管道内。我附着在内径只有3至5毫米的管线中，阻挡水流，让水流变慢。附着在外部，我将阻止热交换的热量传导，使温度上升变慢。失温，我又随着水流来到混合阀，冲煮锅炉。在这里依然有我的很多兄弟姐妹，他们做着我对蒸汽锅炉做的同样的事情。他们还会通过冲煮系统进入直径只有 0.6 到 0.9 毫米的限流阀内，堵塞限流阀，导致无法出水。迫于水压，我又被推进了分水盘中，继续堵塞通道，使水流分布不匀。随着堵塞严重，我将破坏电磁阀系统、流量系统，最终彻底摧毁冲煮系统，导致失温失压、出水量严重减少等问题。我的一个分身随着蒸汽游走到了压力表管线中，另一个分身来到了蒸汽管道中。你会发现压力表的压力出现了严重问题，压力显示忽上忽下，释放蒸汽的时候会出现突突感。随着管道堵塞严重，我将彻底摧毁蒸汽系统。我又来到热水系统，由于我沉积在冲煮锅炉底部，会随热水排出咖啡机。你会在咖啡杯中发现我的身影。在水硬度严重超标的地区，长期作用下，我还会逐渐侵蚀水泵，使上水系统失灵。这就是我一个小小的水垢对咖啡机的伤害。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你有多久没有维护你的咖啡机了？你的咖啡机现在出现了什么问题呢？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